个坐骑，就是4个人。但是你放到后面团战里，思路很清晰。放在前面的话，确实你感觉过渡不了。对，遇到京东的情况，而且确实从第一把能看下来，京东这几天对于 TDG 他们的录像的研究太多了。对，正好是那个龙拍了一下，给到了光明2闪的机会。那关键是怎么样都会开你的，那波就是准备好的，就是龙不拍他也要开你的。所以今天的 TDG 如果想要在京东这里继续打自己的风格，其实前期的阵容的对抗性是要拉上来的，是不能回避对抗的。如果其他的就是该避就可以稍微避一下，就整体来说阵容不要选的那么偏保。武则天这把感觉有点想张良的意思啊。盾山搬掉，元辅有比你搬鲁大，办完鲁大之后，看这手拿敖影还是拿张良。哦，给你。那鲁大是肯定要拿的。你的无知，看 TDG 用哪套去应对。元辅已经没了。常规打野的话，就像夏侯惇这种有带8体。小乔要中回吗？敖影可以先拿，那其实可以赵云，就直接出打敖影打小乔都好用。对。而且袁谭也在外面。哦，赵云更直接。主要看 TDG 的后面的选择是怎么样的。就是小乔可以出辉月这种类型的装备，敖影有自保能力，他们是选择那种全反手不给你开去拖，还是说拿对抗？就是跟鲁班纳是对着开的，感觉应该是打反手了。那反手拿什么呢？传说中的钟馗，那就是对着拼自己的第一波能不能命中，相信自己的开头。我觉得这样好，就是其实一般打到鲁班纳是都是拿那种全部开不到的。而且我觉得第一把打完，他们应该得改变一下思路。是的，就觉得打京东这个队伍不能就是你不能避，不能避是避不开的。对。你前面就得跟他打起来，而且本身他的选手其实整个 TDG 的阵容是支持对抗。是的，项羽搬掉，有点逼你搬关羽的意思。对，先搬大司命。凤凰这个赛季还是没有使用过大司命。沈梦溪，京东如果拿到沈梦溪的话，全中期太厉害了。而且因为 TDG 他们游走已经出了中回，没有什么续航。TDG 这把还有一个狂铁。京东在第2个版面很纠结，直接搬掉，选择了狂铁。等会儿就要看京东最后一班要不要搬关羽。这个项羽确实感觉是有点为关羽搬的意思。他自己把关羽搬，他自己也怕，那就思路。那这个项羽搬的，那思路就不会选。看京东最后一班，有可能想拿夏洛特。夏洛特其实两边这把都还行。但如果先出的话，另外一边有可能是个司空震。圆塔拆前期强度 ，TDG 这把肯定是需要个前排的，要给中回战视野，再让他勾。夏洛特拿不拿？感觉有点，但是不会错，只能说达鲁班纳是。败军之将浩皇要玩近，那这把大概率是个野合了，已经有个前排在前面顶着了，进去打鲁班纳是。而且这赛季其实选近的次数直线上升啊，发挥都还不错。狂铁没了，京东要不要把这个夏洛特拿了？
来吧，海月湮灭在美梦里。你大概率是个单前排，我把团开起来，有鲁班纳是个赵云能够守阵地。应教曹操护天下人。曹操的话就是强势期来的更快一点，更暴力，而且也并没有选择马超。其实这把京东对抗路选个马超也不错。啊，云鹰吗？枪如我心。他想规避一下对方的开团，但这样其实没有野鹤来的那么直接。但如果是选云鹰的话，其实一旦蒙恬被海月选手拉进去，这个地盘说实话不一定抢得过京东。主要是这个鲁班纳是在赵云的2个大招，云鹰更多的只能起到一个拆火的作用。那这把其实就得看 TDG 韩的钩子的命中率了。如果能在团战之前先勾一个小乔的爆发加云鹰的一套爆发，先秒一个，是的，那其实就是能接受的。 combo 是很好接的。对，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钟馗身上，先勾，勾中之后爆发也是够的。这把是考验赵云的一个站位的。其实是个单前，对，这把赵云应该就是比赛里面常规的红刀鞋子直接黄但盾，其实这把的 TDG 明显是加强了阵容的对抗性。就是想前中期我跟你对着打架了。是的，而且他甚至在打野位上选择的都是一手云鹰，我还以为他是劲加蒙恬的，语音的话容错率更高，而且反手能力也更强，而且前期对抗性其实也比较足。对，就你如果选近的话，很有可能第一条暴君还是不会去要闷头发育，对你选云的话，那第一条暴君可能就要考虑接了。就只能说经历了第一局之后 ，TDG 明白了这个事情，我不能逃避。目前以京东的强度来讲，你不是避能避开的，是的，就只能磕。你可以说前期通过足够的进攻性让对抗停下来，但你不可能直接就是说我靠躲着打，然后把前期的逃避。就你一直躲的话，京东主动权还是在他们那边。这把要看两边的一个 combo 了。是的，一边是海月的大招，一边是钟馗的新手出钩，谁能够率先取得先机？命中率如何？对，两边的开团手很关键。小球这把第一件得做辉月，防海月，防鲁班大师。来了，双方的第二局比赛，蓝色方北京京东，红色方广州 TDG， 比分1比0。我是李九，我是北岛，我们进入比赛。全军出击！今日破晓，迎风年。今日TDG 是做了一波换线，蒙恬这个英雄抗压可太舒服了。对，他就没有压力。对 TDG 对抗路最不吃压力值，去卡了曹操的第一个兵。哎，这个赤甲还被小雪一发普攻拿到。那这样前面小赚了，可以清完钟来准备控那一波空间之灵。小乔已经在靠了，控血量，哎，咱们在博弈。哇，两个赤甲都是 TDG 罗的，布知道自己刚才如果是 EA 那一下是打不掉这个，都在等，都在斩卡杀线不这个血量。对。那最终这个劣质如果被 TDG 拿到的话，就是一波4比2。看这个劣质今天没什么问题，拿到，最终第一波资源是4比2。提速。这样开局其实换线的效果就打出来了。收到。在卡视野，这样的话就是看着那个，特别在中轴线上，主要是看两边的开团手到4级之后的对抗。对，在all in 4级之前，京东能不能抓一波？小韩这边也是把线卡在塔前哦，知道不能把线送过去。太危险，对，把线放过来的话，蒙恬就得叫队友过来。送过去自己都不敢吃。是的。哦，这波无双过来了，那直接过线了。乘风去。中线的话，青龙可以传。破浪。曹操传吃了这波线，但第二波空间之灵，青龙拿到。
其实还是要看4分钟那波 TDG 怎么说，接不接，可以接，特别是蒙恬，强度够。对他如果一直不换线再下路的话，那开个大就往前面把位置挤出来了。就蒙恬已经在发育路了，再加上一个云鹰的强度，中轴线上也不弱。这个暴君是真没道理说完全让哦呦卡视野勾闪勾，很极限啊！想在突如其来的在中路来一波，那4分钟就没有闪了，得注意一下。那这波其实提前量做的已经很好了，对，距离差了偏了一点点。这个勾中的话会非常亮眼。对，想卡小雪一个兵，第2个兵应该被卡掉了。小胖第一件应该是要做暗影战斧的，提对抗，对，无双这边是直接3级刀。云鹰的前期强度还是很在线，动手拉直接拉。看后续哪边能够先到。是的，秦荣跟赫慈2个人在幻境里对抗，但是血量下的有点太多了，出去应该是没法。你闪现调了一下位置的，还是被拿到了1血。再往前走，往回拉一下，小胖两人大招直接撤退，在3分40秒击杀了小乔，并且把蒙恬的大招给逼出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龙团 TDG 不好打了呀。其实当然小乔这个时间点比较尴尬，因为复活的时候龙正好刷，然后蒙恬大没有，云鹰大没有，一勾又没中，有链子。而且线被送过去，是不想先打一套，动手，但血量下的非常低。这样的话可以先拆1塔，再回来拿这个暴君。好亏啊！哇，青荣的前面那波动手太果断了。对，哎，他想留这一勾，人群当中穿过去勾了回来，他立马被断掉。云大招拉2段之后，敖影跟一下反杀。这波好在韩的及时出钩啊！哇，这一下是感觉这2个人同样没拿回来。因为又亏的比较多。常规来说，这波1塔退完，京东要顺势暴君回去收野区，是很顺的一波节奏。对，直接被钟馗的一勾给断掉了。就正常来讲，就是前面的一个击杀，然后暴君的话其实也不好看，然后这里再掉一个1塔，然后再去把野区收一遍。是的，龙再一拿会很舒服。但是这一勾极限一勾把这个团开起来，带走2个人，其实把 TDG 强行拉回了同一个起跑线。还是前面上完就打完了一波云状态之后，京东想要的太多了，想把这个节奏快速的给再拉更大。所以说想先拆这个1塔，这其实就是钟馗在塔底下在草丛里面他的一个优势。大招 B 位置是要推你的1塔的，这样的话光明能走吗？闪顶没给带走曹操，京东顺势拿一条暴君。这波 TDG 也想好的就是换节奏，先把你的人逼过来，知道你人在中右，拉尴尬。正面的话，人是京东先靠的。第一时间的话 ，TDG 也靠了过来。小花那边的空渊之灵也不做传送了，直接往过走。落地一丝血，哇，2个丝血，很极限。两边有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，一个点一碰，所有人第一时间靠过来。是的，但这把是很均衡的了，目前看起来。其实主要还是前面的1塔下路的那一勾。那勾太关键了，不然那一勾如果没勾到的话，其实现在已经 TDG 有点出不来。京东已经要开始滚经济了。是的，主要是击杀掉了赵云啊，打野前面死一次，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刷野以及控资源。就懂的人就懂，那一勾看起来真的只残血一勾，但对于局面的影响性极大。是的，就是转折啊。就没有那一勾，不能让 TDG 拿到那2个人头。而且你一旦让京东这个阵容把视野全部铺住，海月每波都可以先手，逮谁都能拉。对，只要把团开起来，这罗班纳是赵云占地盘，罗伯先开大，这感觉要反蓝的。进这个蓝野区，但是如果蒙恬大招消失还没打起来的话，很亏啊。方圆阵切到一边，海月主要是把人拉走了，又把战场固定在另一边，逼着兜了一个大圈，钩子没有中。侧面青荣把这样定完之后出来的一瞬间，第一下没能够踩住。钟馗时间没压准，但是无双位置为了救人，又是被拉扯。里面小胖4血也没跑掉，被光明留住。曹操在顶着砍，那自己血量拿的非常低，也要被带走。小雪拿到一个击杀。第一时间是萝卜开大挤了蓝区的视野，但在另外一侧，在1塔旁边的草丛，青荣这边是拉了小胖。这个局面很不对，对京东来讲，因为无双这已经倒2次了吧？就赵云其实是。谭野的身板，但某种程度是当野核的经济在用。但其实这2波就能看到蒙恬其实在正面打团的一个强度，对强度和战斗力。然后刚才还是小雪拿到了一个光明的击杀。那这2波其实 TDG 打赢经济直接拉开2000，一下子射手被经济拉开了。
小胖过来被拉走，主要是云经济还是比较高的，换进出来才打这个位置，钟馗韩这里也有说法，他这么一拍一吸，把大招过去压小胖起身的无双吸住了，然后无双大招过去直接被吸在原地。在其位置，小韩这边是直接第2件幽影袖剑开了出来，但这波中一塔掉了。看这波红旭怎么说，一勾到鲁班大师，小将击锤，吸秒了住又带走这把的韩啊！说实话，韩这把是奔着 MVP 去的。这几个关键勾都中。他刚才那个第一下一技能拍那地板那下，我以为他在等海月出来，我说不应该啊，他就是拍等着后面想跟输出的，结果他是拍吸拍，直接抓的是无双的赵云，对，在空中直接拽回来了，等于他知道海月你当时就算出来也没什么战斗力了，我就打你后面跟输出的人。那这样一来的话，其实后续在 TDG 抢完视野之后，钟馗这个钩子其实开断成本比京东更低。又来了，想留，留星角闪，曹操被留了。蒙恬一个人放元阵，顶着4个人的伤害，顶了5秒，还在坚持，被拉走。关键其他人血量压的都非常惨，这波只能了，卖青龙了呀。感觉蒙恬还不一定死。哎，还顶住了一口，再一勾，拽墙的空中被拉回来了，这样都能吸住吗？本来其实正常往后走的话是不会被勾的，而且拽墙空中被勾了回来。是吧？韩的命中率是多少？其实就前面空了那1-2勾，后面基本上都中了。而且萝卜是真顶，就这把其实每个人的发挥都是好，但是一个是韩的这个钟馗，他这把的这个出手命中率，包括大招的使用，再一个是萝卜的这个蒙恬，这把自己都榨干了。那这样其实连续接了5波团，经济拉的也到了，又是个勾闪来勾到仓 C 位，韩啊，连续的关键勾，手感来了，滚烫，勾必中。蒙恬开大，想直接推高，节奏紧凑一点，感觉想再压下路高地啊。这种钩子甩起来，这边压力好大，这种这个。再勾赵云，再吹起来，燎原白斩双火直接秒，燎原白斩接火带走。而且韩他的中回他不是那种甩，他是直接出手的，他不墨迹。对，又来了，曹操就勾就有，这一直在抓娃娃，一抓就有。鲁班大师直接拉回月锤起来，小雪这个位置也跟上伤害，横扫千军，再往回拽一下，海月强行把团定在这个位置，但萝卜是不一定死的，很弱，海月伤害不一定够。中轨 CD 又好了，燎原白斩劝退一下，压下位置起来，起身瞬间被压起，吹接一火。这波看怎么选择，应该是反红去开暗影暴君了。哇，这几个关键勾，从1塔前的那波勾到对方水晶前，他主要是在，就是从红区开始的到高地的这几钩子命中率太高了。然后前面那波又是一波隔墙的勾闪，勾到了小韩。看啊，这是第一波勾鲁班大师，接2技能一套。好，先是勾无畏，这是到这儿，哦，这是在空中拽回来，然后这2勾，然后再到这个卡视野，隔墙勾闪，勾小韩，然后兵线进去之后，这是第4勾无双勾赵云吹起来，燎原白斩加双火，哇！海月拉，但这个时候 TDG 很乐意给你接啊，蒙恬方云阵。位置卡住，里面打不过，直接单杀，顶在正面，一枪残血，幽影袖剑拉开，再勾鲁班大师吹起来，是勾到了无畏的鲁班大师，旁边过来拆火，拆不掉。那感觉可以等兵线，只剩下2个人是可以一波的，闪现过去输出顶脸，小雪打一套，把人线送进来，不给小韩补伤害的机会，直接拆掉。我们恭喜广州 TDG 把 MVP 刻在他的钩子上。这个你真没办法，真没办法，太准，太准了，真的。这种京东也没什么办法，就命中率高，直接单人破局，这种是属于个人能力的问题。对，对面你在对面你也没什么办法。来吧，听听评论区怎么说。不仅要刻在他钩子上，而且要刻在我觉得
真的，这个钟馗这个 ID 上面，这把钟馗把人勾服了。3分钟才出第一钩的时候，老王说：“哎，这第一钩没中，感觉好像没什么机会前期。对，前期节奏没起来。结果没想到从红区开始，再到中路，再到高地，一路是4连钩。我数了一下，就这一局他一共19钩中了8钩，最关键的4。